我是滑板大叔 K 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滑板大叔 K 哥。今天我将以一个滑板初学者的角度来分享，到底怎么挑选滑板鞋，并以自身经验来讲解挑选滑板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哦。还有初学者建议应该从哪种滑板鞋开始穿起比较适合，然后再慢慢进阶到应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哦。欢迎提前点赞支持。首先，我们先讲滑板鞋，哪种鞋子可以叫滑板鞋呢？一般我们去买运动鞋的话，它一般不会特别指明它是滑板鞋，因为一般的鞋子大部分都有特定运动项目专用的，比如说篮球鞋、慢跑鞋、登山鞋、凉鞋等等。除非你是去品牌的专卖店，那现在 K 哥就来分享一下，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会想问我，那我用一般的运动鞋来当滑板鞋不行吗？我以我的经验来告诉你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如果我们暂时不方便买到真正的滑板鞋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要先买到滑板鞋，因为滑板鞋都是消耗品。你可以检视一下你鞋柜里面的旧鞋，如果有一些已经不太穿了，想丢掉又可惜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拿来当滑板鞋，抄完之后就可以跟他说拜拜咯。那我们可以先用哪种鞋子来充当一下滑板鞋呢？其实只要符合下列的一些条件，都可以拿来当滑板鞋哦。第一，鞋底必须要是平的，因为滑板本身就是一个平面，我们脚踩在上面的时候，要让我们的脚可以方便控制滑板的左右转向，所以鞋底跟滑板的接触面就很重要，必须要可以平均的接触在滑板的上面。比如说像某些运动鞋或慢跑鞋，强调它有气垫，这个就不行，因为气垫太大的话，会影响你在滑板上面的平衡感，就很像你踩在一个随时会变形且有弹性的面上面，会影响你的脚感。然后有一些慢跑鞋，它的鞋头是翘起来的，也不适合。二，鞋底要胶合在鞋面上，就是鞋底的橡胶要用热熔的方式与鞋面结合。如果你鞋底是用粘着的方式与鞋面粘合的话，缺点就是你很容易鞋底就松脱了，因为粘着的方式粘合力通常不太好，玩没几下鞋底可能就掉了。而这种热熔的方式的鞋通常叫做硫化鞋。硫化鞋就是用橡胶、织物或皮革为帮面，橡胶为底料，用贴上压模或注胶的方式加工成型，并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进行硫化，赋予鞋帮鞋底高强度和高弹性，并使两者牢固的结合在一起，故称硫化鞋。鞋底要用缝合的方式缝合在鞋面上，你看鞋底边缘它会有一条缝合的线，但是缝合的线虽然比粘合的还不容易脱落，但是你拿来练板磨到那些车缝线的时候，车缝线还是很容易断光光。虽然有车缝线，但是还是会断裂，更何况现在有很多鞋子那条线只是装饰啊，并不是真的车缝线。辨别真有车缝线，就是看鞋里面的侧边是否有相对应的车缝线，有的话就是真的车缝线，如果是假的车缝线，很有可能穿一阵子它鞋底就脱胶了，所以还是选择硫化鞋是最耐穿的。4. 不要选鞋底太高的鞋。如果你鞋底很高，你踩在滑板上很难感觉到你滑板的形状，你会比较不好知道你现在应该站在滑板的哪里，俗话说脚感会比较差。5. 不要选没鞋跟或是鞋跟很薄的。滑板是重度鞋子破坏运动，如果你没有厚实的脚跟保护，脚是很容易受伤的。千万不要穿那种很薄的鞋去玩滑板，鞋子坏掉没关系啊，受伤就不好了。6. 厚度适中的鞋口与鞋舌。刚说到你如果穿很薄的鞋跟是很容易受伤的，那除了要有鞋跟的保护之外，这边的鞋口又称鞋领的部分也是很重要，因为滑板运动常常有需要弯曲你的脚踝，鞋口那边有一些厚度的软垫来缓冲也是很重要的。除了保护脚踝之外，穿起来也比较舒服，那鞋舌的部分也是很重要。一块厚度适中的鞋舌，除了保护你的脚背之外，也可以缓冲一下鞋带的松紧程度，让你的脚是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。鞋舌太薄，鞋带太紧，容易有紧绷感，血液循环会不好。太松的鞋子穿起来又容易松垮。鞋舌太厚的话，鞋带不好绑，
也容易让脚板太过紧绷，反而不舒服。所以鞋舌也要有刚好的厚度才舒服。7. 鞋底的材质要选超耐磨、橡胶类的鞋。滑板上面是一层沙子，鞋子踩在上面是一直在磨损，所以你鞋底的材质如果是选到那种很不耐磨的，可能玩没多久鞋底就磨完了。像现在的慢跑鞋或是篮球鞋那种鞋底，都不是真正耐磨的鞋底。我穿过那种鞋去滑板，鞋底真的一下就磨完了。我觉得最耐磨的就像是帆布鞋那种，一般滑板鞋都是一般耐磨的橡胶底，又比帆布鞋耐磨的就是类似轮胎材质的鞋底橡胶会更耐磨。8. 鞋面要是麂皮的鞋面，我看到很多滑板鞋都是用麂皮当鞋面的材质，我有试过不是麂皮的鞋，我穿帆布鞋来臀跳，真的是一下鞋子就破掉了，所以真的还是麂皮的比较好一点。当然不是麂皮也可以啦，就是你准备把它拿来抄完就要跟它说拜拜了，这样也没差。9. 鞋垫，我跟你说，鞋垫对于滑板鞋来说真的超级重要的一块。我现在买过那么多滑板鞋，他们的鞋垫都没有一个我觉得好用的。可能我买的滑板鞋都是很便宜的，大部分都是趁特价的时候买的。一般便宜的鞋垫都不会太好。鞋垫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就是因为鞋垫是直接跟你的脚底接触的，鞋垫会在你做任何滑板的动作中帮你缓冲所有的力量，等于是直接保护了你的脚。滑板很多动作都是要跳跃，落地的时候都是在冲击你的脚，如果鞋垫很烂，你的脚很容易就受伤。依我的经验，就是容易有足底筋膜炎。我有一阵子就得过，因为我练得太勤了，一星期大约练个2-3次，一次都2个小时，假日有可能早晚各2-3个小时，一天就5-6个小时。那阵子走路脚跟都会很痛，然后我去买了鞋垫之后才慢慢比较好。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买了滑板鞋之后，里面一定要再买一块鞋垫，然后鞋垫是要选那种天然乳胶的最好，因为那种弹性比较好又最软，然后厚度大约是挑比较厚一点，可能要挑选厚度1公分的，会比较保护脚底。10. 初学者建议穿高筒。如果你刚开始学滑板且你有在练臀跳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穿高筒的，因为刚学滑板的你还不知道如何精准控制滑板的时候，你会很常在臀跳落地的时候，脚踩到滑板就把你的脚扭伤了。如果你穿的是高筒的，会多一层的保护，避免你的脚翻脚刀而扭伤。然后如果你穿高筒的，心里也会比较放心的去练习。那现在我就来看一下我曾经买过的滑板鞋，然后我就我的经验来讲解一下它们的优缺点有哪些。首先我要讲一下，我不是因为要练板才去买滑板鞋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滑板鞋，因为滑板鞋通常都做得很舒服，且耐穿又耐磨耗。平常如果买一双滑板鞋不拿来练滑板，光是拿来穿工作或是逛街走路也是非常实用的一种鞋。然后滑板鞋很多品牌外形也都设计得很潮很好看，也非常好搭衣服，穿到旧了也可以拿来练板。如果你购物上跟我一样是崇尚 CP 值高的想法，买滑板鞋真的是你不错的选择。第一双我是把我以前的旧鞋拿来当滑板鞋哦，这一双是我以前买的 Converse 帆布鞋，是 Dennis Rodman 还在公牛队打球的时候出的限量联名款的帆布鞋，一双当时大约是买900多元。罗德曼以前就是帮 Converse 代言的哦，你看上面还有罗德曼的刺青哦，蛮有纪念价值的。你看这 Converse 真的很耐穿，都放了20年了还可以穿，又很便宜。你看这上面我有涂一些 silicone， 我以为它会比较耐磨，可是事实上并不会，不要学我涂 silicone 哦。后来我就觉得这不是滑板鞋，我就没有继续拿这一双来练习。这双鞋符合滑板鞋的条件是1、2、4、5、7、8、10，不符合鞋舌跟鞋口舒适度，因为它真的很薄，鞋垫也很一般，要勉强练习也是可以。再来看一下我买的第一双滑板鞋，它是 Anor 的滑板鞋。
我是在全家福鞋店买的，一双很便宜，大约才600块左右。如果你买来当工作鞋 ，CP 值真的很高。我会买它是因为它标榜的是滑板鞋，然后又超便宜的。我看它的设计也是确实有滑板鞋的样子，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车缝线，然后鞋舌鞋口也都有做软垫，鞋底也是橡胶耐磨的那种。鞋垫也不错，在脚跟的地方也都有一小块天然乳胶的软垫，有车缝线，所以鞋底比较不会脱落。它的优点就是便宜耐操，虽然鞋面不是麂皮，容易破损，但也是堪用。我也确实穿它练了一阵子，但是练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发现脚跟都会痛，我就开始研究原因。我才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差劲的缺点，就是它的鞋底里面是做格子状空心的结构。穿久了鞋底就会塌陷，变成一格一格的格子状凸起，可以看到正常的鞋底内衬都是平坦的。虽然它鞋垫脚跟的部分有加强一个天然乳胶，但是格子状凸起还是会让脚在长时间跳跃下变得很痛。后来我有自己去买天然乳胶鞋垫加强，有比较好，但是后来还是发现它整个脚底的平面度都有问题，会让你的脚左右前后的平整度不同，所以我建议你要买鞋的时候都要试穿一下，穿着它走路看看，感受一下脚底的部分是否平整且均匀的贴紧地面，没有凹凹凸凸的感觉最好。有一些鞋子穿起来鞋底很明显就已经不平了，就不适合拿来练板。这双鞋符合滑板鞋的条件为3、4、5、6、7。鞋底不平整是我不推荐它拿来练板的主要原因，鞋垫也很一般。再来第二双也是在全家福鞋店买的，这双更便宜，大约才390元。这牌子是 Giovanni Valentino， 也是超便宜的。这双鞋优点就是便宜，鞋口有软垫，但是鞋舌太薄。但我没有穿它去滑板很多次，虽然有车缝线，但它的鞋面看起来是很薄，感觉一下就磨破了。可是这不是唯一我不推荐它的原因，它有一个跟刚刚那一双一样的缺点，而且更加的严重。它是一样，除了鞋底中层会有格子状凸起之外，它整双鞋子的平面度严重的歪斜。你可以看到我穿一阵子之后，越歪越多。这双鞋你穿它走路都成问题了，更不要说去滑板。所以这双鞋一样是鞋底不平整的原因，所以我不建议拿来滑板。这双鞋符合滑板鞋的条件为3、4、5。经过2次的经验，我就觉得还是要买比较标准的滑板鞋，所以我就去百货公司直接买 DC 的滑板鞋。DC 不用我多说，大家都应该知道 ，DC 就是专门做滑板鞋的品牌。这双是 Evan Smith 的联名款，我是买当季的，大约2200左右。这样的价格我是觉得有点偏贵，因为我是买当季的，所以还没有过季的价格折扣。那这一双它强调的特点就是它有做蜂巢式的减震鞋底，可以看到鞋底有一个一个的洞，宣称它是在降落的时候有减震的效果。我本身是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啦。另一个购买的点，我是觉得高筒对刚学臀跳的我可能会起到保护的作用。再来就是它的鞋底有做的比较薄跟软一点，这样的做法就是让脚底在接触滑板的时候脚感会比较好。不过它不算是那种最耐磨的橡胶底。再来说一下鞋垫，它的鞋垫说实在真的蛮阳春的，感觉是一个泡棉之类的垫子，走路的话是蛮舒服的，但是要拿来练板就可能不够那么保护脚底了，所以我还是有加装一块乳胶鞋垫。这双是什么都好，但是鞋垫还要再加强。符合滑板鞋的条件是1、2、4、5、6、8、10。再来这一双也是 DC 的，是趁过季打折的时候买的，大约是1800元。这双看起来是很厚实的感觉，超厚的鞋舌、鞋口跟鞋底，还有超耐磨的类轮胎材质的鞋底，是我穿过最耐磨的鞋底材质。优点就是超耐磨，保护性又很好。如果你是只有练臀跳跟滑行，这种厚实型的鞋是蛮适合的，因为它的保护性很好。你在练臀跳的时候，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脚，也会减低一些臀跳的疲劳，
蛮适合初学者的鞋。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不是硫化的鞋底，然后因为不是硫化的，只有用粘合的，而因为我是买过季的，我买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脱胶的情形，造成我自己还要用快干把它粘好，才可以拿来练习。然后因为它的鞋舌跟鞋口做得太厚了，造成我绑鞋带的时候，整个脚板变得好紧，造成我的脚血液循环不良，变得很不舒服。我只好把鞋带送到几乎是没绑紧的状态，即使是没绑紧的状态，也是觉得好紧。再来，鞋舌的厚度也做的左右脚不一样，做工比较粗糙一点，导致其中一脚很紧不舒服，所以鞋舌鞋口还是适中就好了。然后一样鞋垫也不是很优，我还是垫了一块乳胶鞋垫才比较舒服。鞋底太厚，除了是优点，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缺点。如果你只有练臀跳倒是还好，如果你已经练到转板类的招，类似 Shabby， 这个太厚实的鞋底就不太适合练习 Shabby 了，因为太厚实你的脚感会很差，不太容易找到滑板应该施力的点，脚掌也不容易弯曲勾住滑板板边。符合滑板鞋的条件是1、5、7、8。那再来这2双也是 DC 的哈，这2双也是趁那个过季大拍卖的时候一次买起来啊，一双很便宜，大概才500元。如果你有看到这种硫化鞋底有清仓拍卖，是可以买来囤积一点哈，因为硫化的鞋底不会因为保存期限过了而脱胶，而麂皮的鞋面也不会因为环保材质而开始变质劣化。这2双都有符合一般滑板鞋的标准，又很便宜。主要的缺点还是鞋垫太阳春，需要再加装额外的鞋垫。符合滑板鞋的条件是1、2、4、5、6、8。然后我最近买到一双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满意的滑板鞋，就是 Nike 的 SB 系列的滑板鞋。Nike SB 系列就是滑板专用的鞋子， SB 就等于 skateboarding 的意思。它除了都符合一些基本要件，比如说硫化鞋底、适当的鞋口鞋舌、麂皮的鞋面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块良好的鞋垫。我之前买的鞋子，我发现他们的鞋垫都做得不够好。我们看一下其他鞋垫跟 Nike 的鞋垫对照，他们除了比较没有弹性又偏薄之外，他们都没有做成一个主弓的形状。你看 DC 这个2200的，只有一片均一厚度的海绵垫，或者是这个很薄的乳胶软垫，很明显这个 Nike 的鞋垫弹性跟厚度还有主弓适应性都明显高于其他鞋垫。而 Nike 的滑板鞋在品管上面来看也是优于其他鞋款，包括鞋底的平坦度到鞋舌缝合的公差，整个鞋体的质感也都优于其他的品牌。这双鞋是 Nike SB Churon 2， 在官网上是卖1900，是里面算相对平价的鞋款了。我最近穿着这双去逛街走路，走了1万多步，发现确实跟其他滑板鞋有差，真的脚比较不会酸，比较不痛。我想是因为鞋垫的关系吧，所以我蛮推荐 Nike 的滑板鞋。符合滑板鞋条件是1、2、4、5、6、8、9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买 Nike 的滑板鞋了，只是每次去百货公司都没有在卖 Nike SB 的鞋款，可能是滑板鞋比较小众。不过 Nike 现在官网都买得到了，根本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。有兴趣想买的人，可以去我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有连结，可以直接订购。官网鞋款也很多，颜色也多样，官网买真的很方便。这双 Nike SB 因为不是车缝线的工法，所以不用纳入选择滑板鞋的条件。还有它不是初学者需要高筒的，除了这2个选项之外，还有一个选项我没选，就是它的鞋底的耐磨程度，我觉得只是属于一般耐磨的程度的橡胶。如果有找到更耐磨的鞋款，那就等于满分了。
以上的内容都是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整理出来的滑板鞋挑选心得。如果有什么不对或是需要补充的地方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滑板鞋真的是好穿又耐穿的鞋子，没练板的话，平常穿也是很潮又保护脚。如果你没有练滑板，平常也是可以买来穿啊。里面我又觉得 Nike SB 是我最喜欢的滑板鞋。想要订购的朋友们，欢迎从下方的资讯栏里面连结进去网页里面订购哦。喜欢这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